我的哥哥是太医，可他却爱上了宫里的娘娘。娘娘不能生育，他骗我进宫侍寝。生下皇子后，又一杯毒酒送我去了西天。后来，娘娘母凭子贵，成了皇后。在睁眼，我重生在皇帝的寝宫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高大空旷的宫殿里，烛火悠悠。我盯着床头帐顶绣着的金龙，出了神。这是皇帝的寝殿，而我此刻不着片缕，只在小腹那里斜斜搭着一角被子。旁边的皇帝发出轻微鼾声，睡得正香。我坐起身，摸了摸冰凉的胳膊，手宫纱已经褪去，身上暧昧红痕满布，随意动一下，只觉浑身酸涩。我扯过被子，遮住了身子，思绪也渐渐明了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误闯皇帝宫殿，被他玷污清白这一天。上一世，丽嫔娘娘生病了，哥哥让我进宫陪陪她。娘娘和哥哥自小青梅竹马，她待我也如待妹妹一样。后来，她为前程进宫做了皇帝的妃子，哥哥也放下家中医馆，进宫做了太医。听说她生病，我很担心，能进宫看望照顾她，自然很好。进宫住了几日后，哥哥让我随他去太医院取点药。我捧着药跟在他身后，一个转角过后，不见了他的身影。在陌生又宫规森严的皇宫，我不敢乱动，只得站在原地等着他回来找我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我以为是哥哥，欣喜转头，却只看见一张陌生的脸。他脸上是不自然的潮红，眼底透着兽欲，手中的药材打翻在地，他一把将我拉过去，打横抱起进了寝殿。我挣扎不开，四肢更是软得抬不起来。等我再醒转过来，就是现在这副模样。探手给自己把了脉，果然，我那好哥哥在太医院递给我的茶里果然加了料。而身边的皇帝，只怕也被人在吃食茶水中做了手脚。上一世醒来后，我顾不上多想，破口斥责大胆淫贼，还上手抓破了身边男人的脸。也是那时我才知道，夺去我清白之身的人是皇帝。他怒气冲冲，大喊来人，要治我的罪。进门的却是娘娘和哥哥。我被带回娘娘宫里，他为我在皇帝面前求了情，又说既然皇帝临幸了我，就要让他给我个名分。我不要名分，只想出宫。哥哥却说怕我出宫后想不开，又怕没人照顾我，执意留我在宫里。1个月后，我诊出喜脉。皇帝知道此事，派人送来些赏赐，又嘱咐娘娘看顾好我，却绝口不提其他事。娘娘说因为我抓破了他的脸，所以他心底对我不喜。等我生下了孩子，自然会有位分，说不定还会直接封为贵人。可我并不想要什么贵人位分，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娘娘日日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劝我。皇帝子息微薄，如今20有4，膝下也不过只有一个小公主。我若是诞下皇子，便是皇室的头号功臣，哪怕皇帝不喜欢我，太后也会为我做主。更何况我还有哥哥和他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后宫都会有我一席之地。我还是不愿。后来哥哥告诉我，伤害龙嗣乃是大罪。我若是故意夺去孩子，不仅我会没命，还会连累全家满门。娘娘答应我，只要我诞下孩子，她会替我好好教养。她和哥哥跟我保证，到时候一定送我离宫。可笑我竟然轻信了他们。我被安置在丽嫔所居兰心殿的偏殿，半步不能离开。为了安胎，哥哥每日来请脉，娘娘每日叮嘱进补。日子漫长无趣，我只能整日与书册为伍。生产那日，哥哥在门外候着，疼了1天1夜后，才听到孩子的啼哭声。我脱力躺在床上，稳婆抱着孩子出了门。丽嫔娘娘已经闻声赶了过来。不枉费我们这一番功夫，竟真是个皇子，白白胖胖的，一看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。我听着娘娘欣喜的声音，心想她会好好对待这个孩子的，而我也可以放心出宫去。我刚想闭上眼休息一下，却听见哥哥冷若冰霜的声音。麦冬难产已逝，但他尽力保住了皇嗣，还请娘娘节哀。我的心如坠冰窟，挣扎着起床，却被按在床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质问哥哥和娘娘，稳婆就将毒药灌入了我的喉中。腹中与身下的绞痛让我身子越来越冷。我错信了娘娘，她养着我的孩子，
一步步高升，成了皇后。我错信了哥哥，他心里始终只有他青梅竹马的娘娘，为了他不惜设局坑害妹妹。想到前世种种，我的心便一阵阵地痛。此时此刻，只怕丽嫔娘娘和我那好哥哥早已经在殿外候着了吧。偏头看向旁边睡得甜香的皇帝，我躺下身，往旁边一滚，钻进他怀里。既然你那么容易被人算计，那也让我算计算计。我冰凉的身子贴过去，他冷得一激灵，还没睁眼便掐住了我的脖子。什么人？我眼中泛着泪，双手无力抓住他臂膀，柔柔喊了声好疼。他松开手，视线随着滑落的被子看过来，只一眼，他便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你是何人？怎么会在此？我眼中仍旧盈着泪水。我是和太医的妹妹，进宫来给丽嫔娘娘侍疾。哥哥让我拿些药材回宫，我走到这里迷了路，碰见你，就被你。我红着脸低着头，抓过被子掩住胸前。剩下的话我不说他也明白。他眼中疑窦未消。今日宫宴，他确实贪杯多饮了几盅。他吃的补药，遇酒一击，便催生情欲。我那好哥哥特意让我喝了下过药的茶水，又让我故意等在皇帝寝殿外。遇到他，自然是羊入虎口，只有被差吃入腹的份。可这一切在他看来，就像是我在故意勾引他。我抬起头，红着眼问他：你又是何人？为何要这样欺负我？等我告诉我哥哥，他会杀了你的。他眼里似是来了兴趣，嗤笑一声：你哥哥？就那个唯唯诺诺的何太医？他没这样的胆子。他抬起我下巴，盯着我眼睛，况且朕与你这般，叫做临幸，不是欺负。我装作惊讶的样子，张着口说不出话来，继而整个人躲进被子里。我没见过你，你让人拿身衣裳给我，我穿好就走。他却掀开被子，将我圈入怀里。睡了朕就想走，你好大的胆子。他抱着我，嗅着我发间的香气。是什么味道？朕以前从未闻过，刚刚朕就是闻着这香气，睡得很好。我羞赧地低下头，极力躲避他赤裸裸的眼光。不过是寻常药草香味，我常年和他们打交道，沾染上身了。他的手开始不安分地游走，这香气很好，比那些脂粉气闻着舒服。他又一次栖身上来，比上一次温柔了许多，也耐心了许多。他身上被药性催生的情欲早已经散去，这一次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。我不知如何回应他这份喜欢，只能依着本心哀哀求饶。许是被情欲熏了心，我抓着他胳膊上遒劲有力的腱子肉，看着这张剑眉星目的脸，忽然觉得他没那么讨厌。毕竟夺我身子非他本意，而这一场荒唐里，我亦觉得欢愉。想到此，我便摇着他的胳膊，叫得更欢。他兴致愈发不错，翻来覆去折腾的我再没半点力气。事后，他将我搂在胸前，替我拢起鬓边凌乱的发丝。朕喜欢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何麦冬。身体里悸动的余韵还未褪去，我软软倚在他胸前，说话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媚气。麦冬，那不就是一种野草？真是个土气的名字，朕给你改个名字如何？他边说边笑，手指顺着发丝又开始捻上我的耳垂。麦冬润肺养阴，益胃生津，清心除烦，是一味很好的药材，才不土气。我一把拍开他的手，赌气地扭过头去，一只大手抚上我的脸，他强迫我与他对视。麦冬，你知不知道朕是皇帝，还从没有人敢这样打朕的手。触到他眼神里不怀好意的笑，我不甘心地改换了口气。你要改名字便改名字吧，谁叫你是皇帝呢？就是要杀要剐我也得谢恩呀。他哈哈一笑，又将我拥入怀里。果然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朕不过随口说了一句，惹来你这么多的牢骚。他捏了一下我腰间的软肉，惹出我一声叮咛：朕可不舍得杀你，朕想你在朕身边陪着朕，你可愿意？听着他深情的话语，我在心里叹息一声。抱我入殿的时候，不问我愿不愿意，事后倒是知道询问我的意愿了。我说不愿意，你还能真放我走吗？更何况，就算你能放，门外站着的丽嫔娘娘和我哥哥也不会放我出宫的。我拿指头在他胸口画着圈圈，人家都已经是你的人了，
你还这么问，难道是准备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吗？他心情很好的冷笑2声，抓住我乱摸的手。你果然是猪野草，以前从没人敢这样跟朕说话。我佯装不悦的往回抽了抽手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你要是不喜欢，那我也不愿意陪着你了，你赶紧让人放我出宫吧。他抓住我的手贴紧他胸口，朕几时说过不喜欢，朕喜欢得很。说完他便大喊来人，也不管此时我和他2人皆是衣冠不整。听见开门声，我裹着被子躲他身后，他却笑着浑不在意。进门的果然是丽嫔娘娘和哥哥，只是在他俩身旁还站着一个直拂尘的公公。皇上恕罪，微臣妹妹她初次进宫，不懂规矩，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，有什么罪责，微臣愿替妹妹一力承担。哥哥一进门也不抬头看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行了个大礼。丽嫔娘娘紧跟着行礼，皇上，何家妹妹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她一向天真良善，绝不会有意闯进你的寝殿，更不会故意勾引君上，还请皇上看在臣妾的面子上不要怪罪她。说辞动作和前一世一模一样。前一世他们进门时，我抓破了皇上的脸，正和他像2只斗鸡一样怒目以视。现在我像只犯了错的鹌鹑一样低着头，不去看门口的2个人。接下来，只要皇帝不说话，丽嫔娘娘就会开口请求把我带回宫，只要回去就形同软禁。我凑近皇帝身边，催促道：“你快告诉他们，我没冲撞你，也没勾引你。”他回头看我一眼，眸中含笑：“你现在这样，还说没有勾引朕？”顺着他的目光，我低头看到自己胸前露了一抹雪白。我忙裹好被子，又往他身后躲了躲，顺手掐了一下他的后腰。这么多人都在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这么小声干嘛？刚刚你不是喊得很大声吗？他吃痛，反手抓住我的手，在我的手背上摩挲。许是感觉到殿内浮动的暧昧色气，哥哥和娘娘都抬头看了过来。非礼勿视。他俩旁边站着的公公颇长声音喊了一句。他白了一眼伏在地上的哥哥，一甩拂尘走上前来。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道您从不许宫嫔在紫宸殿侍寝，是奴才疏忽，奴才罪该万死。我从皇帝身后探出头来打量这位总管公公，他虽谦卑地低着头，嘴里道着恕罪，脸上却无丝毫犯错之人的惧意。哼，口是心非。不过他说皇帝从不让宫嫔在此侍寝，难道我是第一个躺在这张床上的女人？难怪皇帝他刚醒就要掐我脖子。平时一个人睡习惯了吧？无妨，以后特许宸妃可以在此侍寝。听到这话，那公公明显愣怔了一下，随即就跪了下来。奴才给宸妃娘娘请安，宸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我挠了挠皇帝的后背，悄声问他，谁是宸妃娘娘？还没等来回答，就听见我哥又磕了个响头。臣妹年少无知，性甚顽劣，不堪皇上如此厚爱，微臣惶恐，还请皇上三思。他抬起头看向我，麦冬，还不快请皇上收回成命。我瞪了他一眼，真以为我听不懂呢？皇帝是要封我为妃，看到我陪皇帝睡了一觉就得了妃位，为他那进宫3年才爬上嫔位的心上人觉得不值了吧？可惜了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这个妃位是我自己睡来的，折腾了大半天，我现在身子还疼着呢。皇帝给我，我就要，我偏要位居他心上人之上。殿内一时寂静，我感到皇帝好像不太高兴。他还没说话，公公先开口了：“大胆何忍冬，宸妃娘娘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？”我哥继续磕着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念着请皇上三思，一副忠臣死谏的模样。皇上，臣妾知道您喜欢麦冬妹妹，只是她刚承宠，便得您如此恩宠，怕是会惹出宫中非议。丽嫔娘娘轻启朱唇，说出的话轻声细语，听来让人觉得很有道理。更何况她进宫没几日，不熟悉宫里规矩，不如让臣妾将她带回去悉心调教，之后再行册封，您看如何？她生得极好看，当得起一个丽字。此刻她正在装病，小脸比之前还要白上3分，更显楚楚动人。我很怕皇帝听了她的话，因为她的话确实有道理。我紧张地攥着被子，想着皇帝若是同意丽嫔娘娘把我带回去，那我之后该怎么逃出来？前一世我被他们带回去之后，再没出过他的宫殿一步，
也再没见过皇帝一面。每次皇帝过来，我都被关在偏殿房中。那时我与他相看两生厌，不如不相见。因此每次他来，我都只是安静待在房里，害怕他若看见我，要治我抓破他脸的罪。这一次如果他还敢关我，我一定砸花瓶砸盘碟，非要闹个天翻地覆不可。我悠悠想着，没注意到皇帝的脸已经冷得结了冰。何忍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朕的决定也敢质疑。看在你是陈妃哥哥的份上，朕这次姑且饶了你。我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在皇帝身后坐直了身子，心想你别饶了他，赶紧治他的大不敬之罪，最好打几板子，给我消消气。丽嫔脸上比之前又白了一分，看来皇帝训斥哥哥，让他心里难受了。我正暗自得意，皇帝又开口了，只是朕尚不知，在这宫里，朕喜欢谁宠幸谁，竟还要看别人的眼色。这句话一出，哥哥的身子伏得更低，丽嫔娘娘也扑通一声跪下来。丽嫔，难为你为朕着想，只是你一个嫔妃，怕是没资格教导妃尉娘娘。她捏了捏我的手，继续道，更何况你近日都在病中，若是过了病气给脉东，可如何是好？这么听来，我不用再回去那个狭小幽暗的偏殿了。我心下高兴，也捏了捏皇帝的手。他抬抬手示意公公平身，刘福全安排人伺候陈妃洗漱更衣，另外着礼部早日安排册封礼。刘福全公公站起身，问皇帝要将我安置在哪个宫殿。宫里如今空着的主位宫殿只有永安殿，可永安殿前几日有点漏雨，正在整修。若是陈妃娘娘要入主永安殿，奴才觉得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大修一番。只是在此之前，要委屈陈妃娘娘别居他处。丽嫔听到这里，又抬起头，臣妾愿将兰心殿主殿让给陈妃妹妹居住。我迁居侧殿，这样我姊妹二人也好作伴。谁和你是姊妹？这是还想着要把我拉去兰心殿呢？我扯着皇上的手，嘟囔道，兰心殿也太远了。是，兰心殿太远了，那咱们找个近点的地方。皇帝没理会丽嫔，拍了拍我的手之后，直接看向刘公公、刘福全，听见了吗？刘公公躬身朝我行了个礼，紫宸殿偏殿如今倒是空着，收拾收拾就可以住进去。紫宸殿偏殿，那不就是皇帝卧榻之侧？我的后脖梗突然一凉。皇帝笑着看向我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刘福全果然想得周全，只是不知爱妃意下如何。这一声爱妃叫得我晕头转向，不过就睡了一觉，我怎么就成了他的爱妃了？可我想着有皇帝撑腰，哥哥和丽嫔娘娘便不能奈我何。想到这，我攀上他的胳膊，十分乖巧。我都听你的。紫宸殿是帝王居所，正殿偏殿没有半点女子用品。刘福全领着一群宫女太监进进出出，皇帝穿好衣服就出去了。我刚梳洗完毕，丽嫔娘娘和哥哥就在殿外求见。刘福全陪着我见了他们。一进门，哥哥就快步走到面前，脉东，怎么回事？皇上怎么会突然如此宠爱你？刘公公挡在了我面前，大胆何忍东，见了陈妃娘娘还不下跪？哥哥和丽嫔娘娘不情不愿地行了礼。刘公公，可否行个方便，让微臣和妹妹单独相处片刻？哥哥抬头问。我看向刘公公询问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问你们。哥哥，皇上为何突然宠幸我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坐在榻上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哥哥。脉东，和大人怎么说也是你哥哥，你先让他起来吧，之前他在正殿里已经跪了很久了。丽嫔娘娘站在哥哥旁边说道。看来他们俩都还没有习惯此刻我与他们身份上的差别。我一记眼刀甩向他，丽嫔，你是在教我做事，还是你心疼我哥哥？他脸上肉眼可见的憋红了。脉东，宫里还有太后，皇上要封你为妃，还要过太后那一关，你这个陈妃未必就能当得上。不管怎么说，和大人他也是你哥哥，你怎能刚爬上龙床便如此不顾念亲情？我笑了。怎么，丽嫔你是不知道君无戏言这4个字，还是觉得我不配得皇上宠爱，不配做这个陈妃？不管之后能不能顺利册封，但现在我就是皇帝金口玉言亲封的陈妃，能压你一时是一时。至于顾念亲情，你和哥哥合谋算计我的时候，
可曾劝过他顾念亲情呢？刚刚泡在浴桶里的时候，我已经全想明白了。我们家世代为医，先祖曾有一门绝技，可以通过脉象知晓女子何时适合有孕。自小我便听从父母的教诲，练武勤戏，八段锦强身健体，又日常药膳同补，身体康健。我本身样貌并不出众，不算很吸引男人。我对皇宫里的权势繁华也并不眷念，实在是哥哥和丽嫔能想到的最合适的生孩子人选。这几日，哥哥伺候丽嫔汤药的同时，也日日与我互相把脉。我全当作是旧日家中游戏，不曾想他是在看我哪一日适合受孕。太医院日日给皇帝安排药膳补药，他自然也找准机会做了手脚。皇帝吃了点酒，宠幸了一个路过的女人，这种事情在后宫不算什么新闻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皇帝放着丽嫔这样美貌婉转的佳人不宠爱，偏偏宠爱我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想大概是我身体好，经得起他折腾。不过这些不重要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他现在喜欢我，我得趁着他喜欢我的时候，抓紧时间让哥哥和丽嫔难受。果然，我这句话一说出口，丽嫔和哥哥的脸都白了。麦冬，你可莫要空口白牙污蔑人，我与你一道从太医院出来，不过走快了几步，回头便不见了你的身影。而皇帝宠幸你，那是他自己把持不住自己，如何能怪我？哥哥直起身子，与我对视。其实你能得皇上如此宠爱，与我何家自是幸事。只是自古帝王无情，后宫之中更是暗潮汹涌，你甫一受宠变得妃位，怕是宫里其他人都会眼红。我是你哥哥，丽嫔又自小与你交好，在这深宫里，我们理应互相照应才是。他西行至我身前，妹妹，哥哥忘了你出来宫里道路不熟，才走得快了一点，哥哥真不是有心的。再说，这何尝不是因祸得福呢？我看着他，想起那句冷冰冰的麦冬难产，但尽力保全了皇嗣。我身体这么好，自己又精通医术，要不是天天被他们关在房里，又天天被他们逼着进补，怎么会怀个胖宝宝不好生？再说，就算是不好生，我也生下来了，还不是丽嫔自己生不了孩子，才跟我哥哥想出这样下作的方式来算计我。我转换了脸色，对着哥哥一笑，是，哥哥说的对，麦冬在宫里毫无根基，日后还要多靠哥哥和丽嫔姐姐提点呢。哥哥和丽嫔走后不久，刘公公就来传话，他说偏殿今日还未收拾好，皇帝特许我今夜宿在正殿。我看着各类用品一应俱全的偏殿，问刘公公哪里没收拾好。娘娘，你看那床榻上是不是还缺一床被子？我看着床上的4、5床被子，苦笑一声。我的皇上啊，就算我身体好，也经不住白天黑夜这样折腾啊。梳洗完毕后，刘公公引着我去了正殿。皇帝穿着寝衣坐在床边，见我进来，慌忙把手上的什么东西藏在了床褥下面。你来了，快过来，身子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我摇了摇头，想了想之后，又点了点头。他一下子就笑了，怎么又摇头又点头的？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？我不想欺君，决定坦白。有人替我捏过胳膊腿，也有太医来替我看过，我没什么不舒服，就是有点累。他拉着我坐在床上，累了咱们就好好睡觉，朕保证晚上不折腾你。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，你这个身子是该好好调养一下，第一次的时候竟然晕了过去，也怪朕太过性急。听了这话，我的脸腾的一下全红了。他还知道反思自己太性急了呢。这一夜，皇帝确实很规矩，只是抱着我，并无其他动作。一觉醒来，我在他怀里，看着近在咫尺的健硕胸膛，我用手推开，他却纹丝不动。朕只说晚上不折腾你，现在是第2天了。我欲哭无泪，在他的撩拨中很快沦陷，累极睡去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天光大亮，身旁早已没有皇帝身影。我摸了摸床褥下，什么都没有。皇帝究竟藏了个什么东西，这么宝贝？我起床后，刘福全一直跟在我身后。我烦了，问他一个御前总管，不跟着皇上，跟着我干嘛？他说皇上旨意，他不得不从。用过早膳，来了2波太医，仔细替我把了脉。又来了上医局的姑姑，替我量尺裁衣。御膳房总管亲自来问我爱吃什么菜。
御花园的公公带着小太监，抱着各色奇花异草任我挑选。刘福全说，这些都是皇帝的旨意。这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，怎么前一世和这一世，这个皇帝差异这么大？我问刘福全，我长得像不像什么人，比如皇帝的某位故人？他说，没有，娘娘您连和太医都不像。我又问他，皇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癖好？你告诉我，我绝不告诉别人。他立刻打断我的话，皇上他君子端方，娘娘你可莫要胡说。我再问他，那皇上是不是偷偷喜欢谁，然后暂时不能和他在一起，所以拿我做法子？他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娘娘你就莫要难为奴才了，难道你看不出来皇上他喜欢的就是你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看出来。他再次叹气，然后跟我说了不少皇帝的事情。皇帝是中宫嫡子，从小就是储君，先皇和太后对他要求极严格，他很小便是端方持重的君子，不管在前朝还是后宫，从不逾矩。皇上心里苦啊，从小就生在这宫墙里，哪怕是出宫打猎，都被教导不可疾驰，不可单身独行。自襁褓中，他就一个人，这么多年，睡觉时从不习惯身边有人。娘娘，奴才说句大不敬的话，皇上临幸谁，未必是喜欢谁，但皇上要你陪着睡觉，那绝对是真喜欢你。在刘福全眼里，我就是个不开窍的木头疙瘩。可我确实是想不通，为何同一个人，差异会如此大。坐在桌前喝参岐炖鸡汤时，我恍然想起，昨日侍女帮我穿衣服时，皇帝曾问刘福全朕这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刘福全答，没有。他又说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刘福全略一沉吟，答道，皇上今日大喜，容光焕发，越发清俊出尘。想来他应该很在意自己的容貌。那我前一世抓破了他的脸，确实是惹恼了他。以后不妨多多夸赞他貌比潘安，颜如宋玉，力求靠稳这株大树。宫中皆传我会媚术，靠着平平姿色爬上龙床，得了宠爱。就连平时极为严厉的太后，面对皇帝如此出格的举动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一日，丽嫔来寻我，面带喜色。宫里这些人惯会谣传，竟然传妹妹会妖术，真是可笑。我看她拿着手帕掩着嘴笑，知道她下一句必不是什么好话。太后那边有人传出话来了，说皇帝宠幸你是因为做了个什么奇怪的梦，梦里有个小男孩叫他父皇，还说自己会找一个陌生女子送自己过来。你说巧不巧，那时候正好就是你这个陌生女子出现了。他随手折下一枝花绣了绣，其实我们这些人在宫里，谁又能求得帝王真心呢？不过都是替皇家绵延子嗣的工具罢了。妹妹你也一样。说罢，他将那一枝花扔在地上，踩上两脚。说起来，大家都在这宫墙里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前朝杨妃1月内连升3级，从小一个贵人升至妃位，一时间风头无两，可最后还不是落个冷宫弃妃的下场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皇帝宠爱我，不过是因为看中我能生孩子，并不是真的喜欢我。可当初他和哥哥算计我，不也是如此？丽嫔姐姐说的对，这世间最难得的便是真心，只是我们进了这深宫，又从何求来真心呢？我抚摸着花枝上将要开放的花骨朵，只怕我这辈子都体会不到真心的滋味了。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姐姐，我真心羡慕你。听了我的话，他在要攀折花枝的手停了下来。姐姐，莫要为了身外之物伤了真心之人。他和哥哥青梅竹马，曾有过感情。哥哥为了他进太医院，只为守着他。为了争宠，他学前朝赵飞燕，饿坏了身子，用错了丸药，亏损了身子。哥哥看他如此用心争宠，也不拈酸吃醋，还尽力帮他，甚至还为了他牺牲我这个妹妹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真心呢？求不到真心又何妨，求得恩宠也是一样的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生有这样的美貌，我凭什么不能换来恩宠？至于你哥哥，那是他自己痴迷不悟，妄想公平。哎，真替我那傻哥哥不值。晚上皇帝在我睡后摸进了我店里，这几日如果他要批的折子多，就召我去正殿，随便我坐着看书还是提前睡下。若是折子不多，他就在看完后到我店内寻我。
今夜他没召我，我也不想他来，便早早熄了灯，装作早已歇息的模样。他进来时，只让刘公公在门口远远提着盏灯。店内昏暗，我看着他慢慢走近，一咕噜坐起来。爱妃，你没睡着？今夜歇息这么早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竟然没有吓到他。爱妃，爱妃，你是不是管谁都叫爱妃？还是你嫌弃我名字土气？我也不知哪里来的气，但就是心里不高兴。门口刘公公听见了，把门一关，提着灯笼就跑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皇帝倒是不气恼，抓起我的手在掌中揉搓。算了算了，睡觉吧。他不生气，我也不好意思继续发脾气。我重新钻进被窝里，他也跟着掀被窝进来。朕从未叫过别人爱妃，朕只是觉得这样叫你显得亲昵，你要是不喜欢，那朕以后不叫了。麦冬，朕虽觉得你的名字土气，但在心里叫多了之后，只觉得亲切。说起来，朕的小名也很土气呢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，问他小名叫什么。他一开始不愿说，但抵不过我挠他腰间痒痒肉，才告诉我他小名叫宗保。小时我出生时体弱，父皇母后怕我长不大，便取了这个名字，希望祖宗保佑。我听他自称我，决定原谅他。那以后无人时，你叫我麦冬，我叫你宗保，可好？好，只要你喜欢，怎么样都好。他把我搂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头顶，我听着他胸腔里嗡嗡的声音。麦冬，近几日身体可还好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摇了摇头。那就好。麦冬，我在母后那里夸下海口，说会早日让她当上皇祖母，可是我又实在害怕你出什么意外。哦，难怪白日里丽嫔要跑到我面前说那样的话，这就对上了。麦冬，这几日我已命人在全国各地寻找好的大夫和稳婆，你不用怕，我会尽我所能护住你。我抬头问他，你想要我给你生孩子？是，这样朝臣和母后才会无话可说，到时候就算看在孩子面上，你也会愿意留在我身边。这话有点奇怪，可你怎知我就一定能怀上孩子？这宫里那么多嫔妃娘娘都没有孩子呢。有时候夫妻俩没孩子，可不一定就是女方的问题。言下之意，说不定是你这个皇帝不行呢。他听出我话里的潜台词，翻身把我压在身下，没有耕耘，自然没有收获。可近日里我如此努力，老天总不会叫我颗粒无收。我错了，我不该乱用激将法。封妃仪式结束后，我去拜见太后。去之前，皇帝嘱咐我，他已替我在太后面前说过好话，让我不必紧张。太后倒也没难为我，甚至给她叩头时，还有姑姑贴心给放软垫。她让我站她面前，仔细端详一番之后，她说，长得确实普通。早知道皇上不喜欢好看的，我也不用费心让人替他留意美女了。不过长得普通也好，皇上不会沉溺女色误了正事。皇上既然喜欢你，愿意你陪着，你就好好陪着他。只是哀家希望皇上说话算话，能早日让哀家抱上皇孙。哀家要是知道他只是拿你当挡箭牌，哀家饶不了他也饶不了你。太后就是太后，说话从来不管别人的死活。我想起皇上跟我说的话，斟酌着开了口。太后娘娘，我家世代行医，我从小就练八段锦、舞琴戏，爹娘也经常让我药膳同补，故而我的身体是很康健的。只要皇上身体也好，那孩子自然会来。听了我的话，太后身边的嬷嬷问跟在我身后的刘福全，没有这人叫陈妃娘娘礼仪吗？怎么连敬语都不会？刘公公连忙跪着认错，皇上说了，他就喜欢陈妃娘娘身上这股子天然之气，不愿强为改变。太后娘娘摆了摆手，罢了罢了，皇上喜欢就让他去吧，我老了也管不了年轻人的事了。从太后娘娘宫里出来，我说的话就传遍了后宫，不少妃嫔笑我不知礼仪，也有来道贺的嫔妃问我如何养身健体。我在店里支起了医案，替愿意坐下的姐妹一一把脉。这段时日，我宫里的宫女太监早已来来回回被我诊治了几遍，她们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倒是整日养尊处优的嫔妃有不少毛病。姐姐你呀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人是铁饭是钢，吃的少是瘦了，可这身子受不了啊。姐姐你本就是美貌动人，不必再追求过度白皙。好些香粉涂了是能变白，可里面加了铅粉，对女子可不太好。
姐姐你平时还是要多动动，纤细柔弱是惹人怜爱。可咱们生了双腿就是要四处走动，别怕腿粗，都穿着裙子，看不出来的。我店中每日热闹，丽嫔倒不大来了。听说她又病倒了，哥哥在她榻前伺候着。1个月后，我诊出了喜脉，皇帝却似乎并不十分高兴。永安殿那边早已整修好，他绝口不提让我搬过去的话。眼见着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他陪着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1日哥哥来请安，送了一瓶丸药过来，说是他亲自炼制，利于妇人安胎，可解孕吐体乏等等病症。我打开稍稍一闻，便知此药有问题。哥哥你可知道，谋害皇嗣乃是大罪，不仅本人会没命，还会连累满门。你不会以为你是我哥哥，我便不会大义灭亲吧？有孕后，我嗅觉比以前更加灵敏。一次皇帝炼剑后没洗浴，便急急来寻我，我当场便呕了出来。如今他更是连熏香都不敢用，更何况哥哥送来这一瓶满是朱砂味的丸药。我留着他和丽嫔，乃是希望他们看看我如何登上高位，如何靠自己的孩子母凭子贵，而不是给他们继续加害的机会。既然死不悔改，那就去死吧。钦天监为我腹中胎儿祈福，算出丽嫔命格与小皇子犯冲。皇帝命人将他软禁在兰心殿，除非他亲临，否则不许放出。哥哥来替丽嫔求情。以前我虽与丽嫔交好，可他妨碍皇子，这是钦天监算出来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也知道，太后和皇上是多么盼着这个孩子。他哐哐哐磕了几个头，你知我这一生乃是为丽娘而活。如今你既已贵为宸妃娘娘，又怀有龙嗣，何苦连她一个小小的无宠宫嫔都不放过？难道你不为自己积福，也不替自己腹中的孩儿积福吗？真是可笑。她贵为宫嫔，又何尝不是算计我一个平民百姓呢？怎么如今时移世易，就来大言不惭地要求我大度了？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哥哥，你是在咒我的孩子吗？你就不怕丢了小命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的心上人？他脸色一白，可仍旧强词夺理，难道娘娘真的要在孕期时亲吗？我微微一笑，现在还没到你死的时候。自然不会，从小到大，母亲都教导你我一母同胞，应该相亲相爱，互相扶持。只不过你早已忘了，而我也不必记得。不过看在他和你青梅竹马一场的份上，我会求皇上恩典，让他准许你进兰心殿侍疾。刘公公已经安排好，兰心殿那边自会有人传递消息出来。丽嫔在宫里本就无甚宠爱，如今禁足宫里，待遇更是大不如前。心灰意冷之际，才知哥哥的真心可贵。长夜漫漫，哥哥主动留了下来。知晓他二人的事，皇帝执着我的手安慰我。朕不知道丽嫔和你哥哥是旧相识，他是当年母后做主召进宫里的。既然他们感情深厚，那待你平安生产之后，朕就命人给丽嫔编造个假身份，送他二人出宫。我扶着后腰，点了点头。月份大了后，晚上睡觉我总觉得热，便不愿和皇帝同床共枕。我宿在偏殿，他每晚待我睡后，再自己回正殿。1日，他在前殿商议国事，我嫌外头日头大，便去他殿中走走。在他枕头下露出一角衣料，很像当日他匆忙藏于床褥下的东西。我走过去抽出来一看，登时红了脸。那是我第一次与他在这殿中欢好时所穿的小衣，上面有我亲手绣的一株麦冬。上一世我只顾着清白被捂，根本没注意到丢了一件衣服。这一次刘公公命人送来了新衣服，我更没在意之前穿的衣服去了哪里。我竟不知皇帝有如此癖好，喜欢私藏女子衣服。当晚我早已睡下，听见正殿那边传来皇帝的斥责声。他平时待下人宽厚，不知今日为何发如此大火。我扶着肚子到他殿中的时候，殿里跪倒了一片。见我过去，他忙过来搀扶我。是朕声音太大，把你吵醒了，被孩子踢醒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扫了一眼跪着的人，都是殿里常常伺候的人，包括刘福全。没什么事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我不肯走。还是刘福全老师，皇上床上的一件宝贝不见了。娘娘，今天只有您进来过，您可要给奴才们做主啊。那不就是我那件小衣？
我看到后就拿回去了。皇上，您不跟臣妾解释解释为什么藏着臣妾的衣服吗？他送我回来后，替我揉腿时，我问他，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跟他说话，让他本就不好意思的脸上更显难看。麦冬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原来他一直睡眠不好，而我身上的药草香却有让他安神的效果。我的小衣落在他床上，他便收了起来。近日我把他赶回正殿，他晚上又开始睡不着，才把小衣拿出来。结果今天找不见了，就发了火。你要安神助眠，我替你用草药缝制一个香囊就是。每次我看他在身边都睡得很香，没想到他竟会有睡眠问题。我也算是个大夫，有什么病症不适，尽管告诉我，何必要做葬人小医这样的事？他忙不迭点头，是，大夫说的是，只是我最近颇患相思，不知可有何法可解。我踹了他一脚，无法可解，你乖乖回去睡觉吧。刘公公日日跟在我身后，最近常常提醒我，娘娘，您近日对皇上有点太恃宠而骄了，皇上他甘之如饴，不觉得怎样？可要是传到太后耳朵里，可就不好听了。奴才忠臣直谏，可都是为了娘娘你好。我想想自己所作所为，再想想他的话，确实有理。身子渐重，许多事儿做不了，我便指挥着宫女太监采药晒药，让上衣局缝制了2个安神香囊，一个送给皇上，一个送给太后。用了都说好。我把方子写下来，递给了进宫探望的爹娘。爹娘，拿出去卖钱吧，女儿亲制，皇上太后用了都说好。他们问这香囊起个什么名字好？我想了想，就叫天然吧，天然助眠香囊。送他们走前，我又嘱咐了一句，香囊赚的钱得分我一半，女儿在宫中也是需要提起钱的。皇帝笑我财迷，我懒得理会。哥哥如今陪着丽嫔，少不了要从家里拿钱去贴补他。他2人迟早是要死的，到时要是他把家里钱财都用完了，父母怎么办？哥哥死在宫里，父母定然不愿要宫里赏赐，这些钱我也不会要，就留给他们养老吧。临盆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皇帝也越来越紧张。生产那日，他和太后2个人都在殿外等候。我以为这次我日日走路，又不过分进补，总该少受点苦，可仍还是疼了大半天。孩子生下来后，稳婆先抱于我看，小小皱巴巴一团，但眉眼间已经有他父亲的风采，日后该像他父亲一样，是个英武俊朗的男儿。等我收拾好，皇帝第一个冲了进来，他执着我的手，眼圈有点红。麦冬，你可还好？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摇了摇头。麦冬，有了孩子，咱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，你可莫要再想出宫的事了。我几时说要出宫的话？因诞下皇子有功，皇帝晋我位分为皇贵妃，大赦天下。兰心殿的门也打开了，只是丽嫔仍旧足不出户，她如今腹中竟怀了哥哥的骨肉。当时哥哥说他为争宠所用的丸药手段损害了身体，无法受孕，其实是骗了他。他只是不愿看见自己的心上人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，因此他才和他一起想出骗我进宫怀孕生孩子的招数。小皇子满月当日，皇上于宫中设宴，所有宫嫔都要到场。宫宴结束后，丽嫔单独见了我，她腹部缠得很紧，但也难掩隆起。麦冬，你救救我，给我一副落胎药吧，这个孩子留不得。她跪在地上，神情凄凄。哥哥赶来，把她从地上扶了起来。麦冬，你为何总要为难丽娘？我哑然，怎么能说是我为难丽娘？让她大了肚子没脸见人的可是你啊！再说了，我又没有给你们送什么催情的药、暖情的酒。哥哥，丽嫔姐姐是来找我要落胎药，可不是我找她的。你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？他看着丽嫔，缓缓问道。丽嫔甩开他的手，这是宫里，你是疯了还是想要我的命？我及时提醒他，姐姐你以前不是不能生育吗？怎么这次却有了身孕？听了这话，丽嫔看向哥哥，眼神里都是询问。自从哥哥进宫后，为他请脉看病的只有哥哥，他信任哥哥，却不知哥哥满腹私心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何大人，以前你可是信誓旦旦告诉我身子损毁，无法生育，所以我才答应你和你一起骗忍冬进宫的。原来你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你的妹妹上位。他指着我，
目眦欲裂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她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可以得皇帝宠爱，可以成为皇贵妃？而我呢？我生就如此美貌，本该集万千荣宠于一身，却因听信你的话而断了自己前程。何大人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看来丽嫔还是没有领会到哥哥的真心。丽嫔认定哥哥是为了送我入宫才害他失宠，对他又打又骂。哥哥什么都没说，沉默地任他打骂。后来丽嫔发了疯般拔了头上的簪子，对准自己咽喉：何忍冬，给我落胎的药，否则事情败露，我一定会说是你引诱我。到时候别说你，就是你的贵妃妹妹都没好果子吃。哥哥发冠散落，脸上都是指印和巴掌印。丽娘，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心你真的不知吗？当初你瞒着我进宫选秀，说是家里需要你为你弟弟挣个前程。你进宫后我放心不下你，跟着进宫做了太医。丽娘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你觉得我看着你为了讨别的男人欢心夜以继日的练武是什么心情？看着你为了别的男人茶不思饭不想是什么心情？为了你，我连麦冬都骗进宫来了。只是谁能料到皇上就喜欢他呢？他试着夺下丽嫔手中的簪子。丽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向上汇报说你生了病，不宜出门。到时候我们悄无声息将孩子生下来，再让麦冬帮忙将我们一家三口送出宫去。看着步步靠近的哥哥，丽嫔更加发疯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，还想我随你出宫？何忍冬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医，我可是丽嫔娘娘。你拿什么给我锦衣玉食？拿什么给我雕梁画栋？靠你这做了皇贵妃的妹妹吗？你们兄妹俩可真是好算计。他一簪子扎进哥哥胸口，既然你这么想和我在一起，那我们一起走向穷途末路吧。挣脱了哥哥之后，他一路去了太后宫里。哥哥捂着胸口，走到门口便被人拦下来。后来他和哥哥都被关了起来，我也被太后传至宫里。他问我，当初你闯入皇上宫殿，是不是你和你哥哥合谋？你究竟给皇帝下了什么迷魂药？我百口莫辩，只能沉默。皇上得了信，第一时间赶到太后宫中，把我护在身后。母后，这是不怪麦冬，我早已查明，一切都是和太医和丽嫔的阴谋。他将我从太后宫中领回去。你哥哥和丽嫔的事已被母后知晓，我保不住他们。原来他早知道我和他那一场邂逅背后是哥哥和丽嫔在主导。我顾念着和太医是你哥哥，并不准备和他计较此事，毕竟不管如何，他还是送了你来我面前，只是他和丽嫔做事实在太过莽撞。2杯毒酒送到了哥哥和丽嫔面前，哥哥抢着把2杯毒酒都喝了，只求放丽嫔一条生路。他死后，太后又赐了一条白绫下去。皇帝又下了新的旨意，宫里未曾承宠的嫔妃，愿意出宫的全都赐金放还，不愿出宫的就在宫中养老。有姐妹欢天喜地出宫去，再不愿困在宫墙里。也有姐妹觉得天下男人都一样，与其出去伺候别的男人，还不如在宫里不愁吃穿的好。1年后，我千防万防，竟又怀上了。皇帝抚着我的后背，笑得爽朗，我气得踢了他一脚。他搂着我，跟我说他曾做过一个梦，梦里他和一个陌生女子春风一度，可女子醒来后却抓伤了自己的脸。他一时气愤，放这女子走了，只留下他一件小衣。后来这女子说什么都不肯见他，还让人传话说永远不会原谅他做的事。可他怀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仍旧不愿意见自己。每次他去见他，他都躲在房中看书，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意给。他嘱咐这女子的哥哥和好友好好照顾她，想要等她生下孩子后再去找她，可她却难产而死。他悲痛欲绝，爱屋及乌，立他生的孩子为储君。余生漫长岁月里，他只能握着那件小衣，看着与他脾气一样倔的太子来怀念他。麦冬，你可知道，这个梦就是我与你第一次之后所做。整个梦真实的就像是经历了一生。当我醒来后看到你，我只想抓紧你，哪怕你抓破我的脸也好，你怨恨我也好，我都不会放你走。我捧着他的脸，从他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。难怪上一世和这一世的他差别如此之大，竟都是我那好哥哥和丽嫔在中间捣鬼。他们两头欺瞒，让我们都以为对方怨恨自己。
也怪我们两个人都太要强，谁也不肯先低头。等到两个人都丢了自己所珍视的东西，才后悔当初没有服过软。宗宝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那么，以后你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能不能别再捏着我的小衣入眠了呢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